虽然以色列能在中东站稳脚步，靠的是美国数十年如一日的书写，然而在冷战期间，阿拉伯世界也并非没有后台。在以色列立国之后，为对抗美国的中东战略，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遗余力地向多个阿拉伯国家提供了经济与军事援助。然而，在拿到苏联援助之后，阿拉伯国家不仅在以色列面前屡战屡败，还拿着苏联军火开始了无休止的内斗。这种诡异的现象背后究竟暗藏何种逻辑？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以色列能在中东站稳脚步，美国在其中投入的海量资源功不可没。不过，苏联在冷战期间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也完全称得上慷慨。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始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这位没经历过苏联创业艰苦时期的领导人同斯大林不同，在对外援助上极其慷慨。当确信美国会支持以色列之后，为了在中东地区扩大苏联的影响力，赫鲁晓夫便决定在政治、经济与军事3个领域同时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援助。苏联的第一个援助对象便是在50年代意图领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不仅是反以先锋，同时还是整合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赫鲁晓夫援助埃及的目的就在于令埃及变为苏联在中东反对西方的前哨站。他并不介意纳赛尔并非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介意中东的宗教势力，实际上同苏联的意识形态水火不容。在决定援助埃及之后，苏联首先接下了被西方人放弃的阿斯旺大坝，并完成了这项埃及人期盼100年的工程。又通过在第2次中东战争中提供外交支持，打碎了以色列鲸吞苏伊士运河的野心。在军事援助方面，苏联更是手把手地帮助埃及人打造了一支现代化军队。自1955年开始，苏联人就以半卖半送的方式向埃及提供包括喷气式飞机与重型坦克在内的大量装备。在目睹了仅仅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埃及军队并不能击败以色列之后，苏联人又在60年代末将数以万计的军事人员派往埃及。这个包含众多飞行员与导弹技术员的苏联顾问团几乎毫无保留地教授了埃及人苏联式的作战方式，并为他们带来了第4次中东战争前期的一系列胜利。实际上，埃及只是苏联在冷战时期对阿拉伯世界援助的一个缩影。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在冷战期间都接受了大量苏联装备，同时也都有自己的苏联顾问团。苏联的援助令这些小国家一度拥有了与自身体量极不相称的庞大军队。以叙利亚为例，在第4次中东战争前，这个人口仅700万的小国家居然装备了2100辆坦克与各式装甲车，400多架作战飞机，同时动员起了一支人数多达15万人的军队。庞大的苏联军援让阿拉伯国家在纸面上碾压了小小的以色列。然而，当战争开始之后，他们的表现却令人无比失望。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输掉前2次中东战争时，苏联的军事援助还并未大量进入这些国家。不过，当第3次中东战争于1967年打响时，埃及与叙利亚已经全面换装了苏联武器。此时的阿拉伯联军陆上有特伍斯坦克，天上有米格21飞机。从装备上来看，这些装备不仅在质量上不弱于以色列装备的幻影3型战机，以及更加老旧的 M4 谢尔曼坦克。同时，阿拉伯国家的装备数量也是以色列的2倍以上。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埃及与叙利亚联军还拉上了之前摇摆不定的约旦，共同参与对以色列的围剿。3-1的纸面实力下，以色列似乎是回天乏术。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以色列在3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处于劣势的空军上打出了1换10的惊人损失比。第3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将埃及等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训练不足的阿拉伯军队，无法发挥苏联装备的真实实力。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派出了规模空前的顾问团，帮助埃及人提高军队的训练水平。可是，当第4次中东战争于1973年爆发之后，阿拉伯联军的状态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此时的阿拉伯军队已经装备了更加先进的特62坦克，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数量不多的美式 M60坦克。在苏联顾问眼中，这本应是一场可以靠数量取胜的战斗，然而阿拉伯军队却把战斗变为一场灾难。西奈半岛方向上千辆坦克的冲击也无法对以色列防线进行有效突破，而在北方的戈兰高地，传奇的以色列兹维卡车组居然凭借着3人1车击毁了数十辆叙利亚坦克。
第4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令埃及心灰意冷，已经想不出来如何战胜以色列的埃及，最终选择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叛徒，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然而，埃及的出局并没有让整个中东对苏式装备失去信心，特别是在伊拉克，凭借军队上台的萨达姆在其生涯中对苏制武器有着迷之自信。在苏联几十年如一日的武装下，1980年的萨达姆拥有一支乞丐版的苏军。凭借着石油收入，伊拉克人装备了大量先进的特六2坦克与米格25战斗机。手握这样一支军队，萨达姆趁伊朗革命之机，悍然开启了两伊战争。为了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苏联军工的强大，莫斯科甚至授意位于伊拉克的苏联顾问团直接充当伊拉克空军飞行员。然而，就算做到这一步，伊拉克空军居然还是被伊朗装备的少量 F-14压制，并在漫长的拉锯战之后无奈选择停战。然而，苏联军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萨达姆没能赢下两伊战争，不过却在漫长的战争期间，通过苏联的大量援助，继续扩充着他的军队。两伊战争结束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的萨达姆希望用这支号称世界第3的苏式军队武装赖账。可是，等美军主力成为伊拉克的对手之后，萨达姆的军队就连通过拼命吓退对手都做不到。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每击毁一辆美国坦克，自身要损失50辆坦克，而伊拉克空军在被美国全部歼灭之前，总体战损比接近1比100。完全依赖苏联装备的阿拉伯国家，似乎通过屡战屡败，证明了苏式装备并不可靠。然而，事实真的只有这样吗？苏联给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不可谓不多，同时阿拉伯国家输的也不可谓不惨。但是阿拉伯国家屡战屡败的原因，却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苏联装备不行上。阿拉伯国家在历次战争中之所以表现不佳，最大的原因要归咎于其国家整体偏低的教育水平，无法真正支撑起一支现代化军队。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苏联虽然在援助层面不遗余力，但在大力援助阿拉伯国家的同时，也一直在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敌人，同时还在引导阿拉伯国家内斗。事实上，以色列虽然以西式装备为主，但在历次中东战争之后，也装备了大量缴获到的苏式装备。譬如，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利用反坦克导弹摧毁了叙利亚绝大部分特六2坦克。在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回收了这些先进的苏联坦克，并在维修之后利用其装备以色列装甲部队。这些苏联坦克中的一部分，在第5次中东战争时被用于对付装备了同一型号的叙利亚军队。而即使装备一样，以色列人依然能凭借优秀的战斗素质打出远高于叙利亚的交换比。事实上，苏联向阿拉伯国家大规模输出武器的原因，一方面是通过武器换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则是维持中东局势的相对平衡。苏联很清楚，以阿拉伯国家落后的社会水平，远无法真正支撑起真正的现代化军队。但是给他们一支这样的军队，既可以通过许诺下的击败以色列，维持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规模庞大的军队也会拖累阿拉伯国家，阻止其走向统一，或者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以实现真正的富强。对于以色列而言，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而对于苏联而言，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苏联的前身俄罗斯与统一阿拉伯的奥斯曼帝国之前，前后进行了12次战争。统一的中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苏联人比谁都清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以色列建国期间，斯大林默不作声地将数以万计的犹太裔苏联老兵送回以色列。而在5次中东战争中，将阿拉伯国家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正是这些同苏联有着共同记忆的群体。埃及在连续4次失败之后，才终于明白了苏联人包藏祸心。因此，在1974年，埃及最终选择导向西方的全面开放政策，并着手同以色列进行和解。不过，没有从埃及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萨达姆，其最终能迎来的，也就只有身死人手的结局了。